大家好，本期比特币视频我们来帮助期货新手们普及一下交易方面的知识以及风险。当然，我不建议新手们去玩期货，风险很大，它是保证金在交易。特别是100倍期货合约，我的观点最多只能当彩票来玩一玩，不能去压身价。因为半年之前也是跟朋友们计划，有可能在2023年的10月份，比特币会爆发，也是给朋友们提醒了有半年的时间。现在我们100倍合约利润目前是相对比较多，目前也是在计划比特币在未来的某一个位置继续找机会带粉丝朋友们能不能100倍做多。当然我的观点也是一样，你最多只能当彩票来玩一玩，所以我觉得有必要给粉丝们普及一下，特别是期货交易方面的知识和风险。然后我今天就以 OKX 交易平台来介绍一下我们平时在交易中需要注意的重点。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OKX 主页登录进去，相信朋友们都能看到左上方这边一排的菜单栏，我们平时最常用到的就是这个 Trade 交易，或者是里面有包括现货交易。当然我今天等一下要重点介绍一下，也就是 Margin Trading， 就是保证金交易，或者是衍生品交易，也称为期货交易，或者是期货合约交易不过我们平时最常用到，我个人最喜欢的就是这个永续合约交易，等下重点来给大家介绍。不过在这之前也提醒新进入市场的朋友们，要去留意一下自己的账号，你去关注一下，这边有一个安全中心设置，里面有一个双重身份验证你要开起来，特别是那个谷歌身份验证器你要用起来。如果是黑客窃取你的密码，你如果账号是单一验证的账号，完全有可能把你的资产给转移走，所以你一定要把这个双重身份验证开起来，这样子可以降低账号被盗或者是资产被转移的风险。然后这边还有一个功能，子账户，相信有玩过期货的朋友应该都知道，比如你是在 20K 做多比特币，后面价格比特币涨到 30K， 你如果想继续加仓你的头寸，会把自己之前那一笔做多的多单入场的成本给抬高。那我的观点，你可以把这个子账号给利用起来。然后我们重点来聊一下期货交易平时我们要注意什么风险我们可以把鼠标移到这个交易，然后移到这个永续合约，点击进去。进去以后我们可以看一下，这边有一排搜索栏所以你可以直接从交易对的简称去搜索你平时喜欢交易的品种，或者这边也有分类，比如说 Spot 或者是 Perpetual， 就是永续期货合约。那你如果喜欢现货交易的话，可以从这里面直接去收藏，或者是这个永续合约里面去收藏。包括这边也是有一个切换的按钮，你是用 USDT 来做你的 margin， 就是你的保证金，还是说你用加密货币来充当自己的保证金，就是我们平时比较喜欢交易的币本位合约。所以我们今天就来演示一下这个比特币的币本位合约，因为也是跟大家喊了1年多，我是一直在 all in，包括现货跟比特币期货的杠杆。所以我们观察一下一些粉丝朋友，特别是新进入市场的粉丝朋友，你如果是在玩期货的情况下，一定要注意每一次开仓之前要观察，特别是这个位置有2个选项，一个是全仓的仓位，还有一个是逐仓的仓位。很多新手刚进入期货市场，连什么是全仓什么是逐仓都不知道，就去盲目的开单。所以我在这边再一次提醒朋友们，你一定要记住全仓风险是很大，我的观点是最好就默认使用这个逐仓。举个例子，你拿 0.1 个比特币100倍的杠杆做多10个比特币，因为 0.1 乘以100倍的杠杆，你的头寸就是10个比特币。万一比特币跌个 1%， 或者跌不到 1%， 就输掉 0.1 个比特币。但是你如果是全仓的模式，如果你账户上面还有1个比特币，如果价格再跌个 10%， 会把你账户上面的1个比特币全部都当做保证金。所以你如果是全仓模式，1个比特币会全部爆仓。所以我的观点，不然朋友们每一次开仓之前一定要观察自己到底用的是这个主仓模式 Isolate 还是说这个 Crush 全仓模式，一定要注意这2个区别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这边有一个杠杆调整，我今天演示就以3倍的杠杆给大家演示一下，看个人的风险偏好。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右边这边是一排挂单栏，上面红色的就是卖方的挂单，或者是下面绿色的就是买方的挂单。然后我们平时在交易的时候，我个人一般喜欢从上面几格去点，或者你这边也可以直接按对手价来实现目前的成交。那我这边就来成交一笔，比如说 50% 的仓位。然后我们再看一下这边还有一个止损跟止盈的设置啊，也是跟朋友们讲，看个人的杠杆以及风险偏好，包括你每一次进场之前都必须要考虑我到底要输多少。所以止损的话可以在这边直接设置。那我这一笔单子我就先不设置哦，我们可以直接开仓，然后观察一下，也就是这个 open position， 这边有一个你目前持有的仓位，我们可以看一下，如果你进场之后，万一是没有设置止损的情况下，也可以从这边点击添加一个止损或者是止盈，或者是我们就以全部的仓位来设置一下，比如说比特币要涨到个十百千万10万，涨到10万美元，你可以看一下自己会获利多少，或者是比特币跌到35000美元，我们可以看一下这边会输多少。所以在这个位置也可以补上一个止盈跟止损。然后我们再看一下，比如现在你开的一笔单子，如果有利润的情况下，或者是后续比特币涨到多高的位置，你可能觉得我现在要把利润获利了结，我们可以直接从这边选择，比如说 100% 的仓位，直接给它平仓掉，或者是还有一个功能，就是直接点击这个按钮 Close All， 就可以把你所有的仓位全部平仓掉。所以我一般习惯用这个按钮直接平仓，或者是还有一个位置，就是在这里也是有一个平仓的按钮，可以看你自己的选择，你是要平多头的仓位还是要平空头的仓位。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平仓按钮后面还有一个反向的这个按钮，一般很少去用，它大致的意思就是我们在平仓以后，它会以相反的一个价格开一笔相反方向的仓位，所以这个功能一般很少去用啊。后续如果要做空的价格，一般是后面再去寻找进场的点位。然后还有一个重点啊，也就是平时很多粉丝经常在评论区问的，就是我们仓位如果做对有利润的情况下，为什么这个保证金每天会以一定的资金费率去扣？就是当你一笔仓位，不管你是多单还是空单，就拿多单来举一个例子，你做对的仓位有利润的情况下，一般市场上期货的价格它会高于现货的价格，那就说明资金费率有可能是正的。所以我们去观察一下，这上面还有一个资金费率目前是在 0.011， 如果是资金费率在正的情况下，就是多头的交易者他要向空头的交易者支付一定的资金费率。当然资金费率每隔8个小时，好像记得没错是每隔8个小时它会扣一次啊。所以不管你是在做多还是做空，有利润你平时要去关注一下资金的费率，特别是平时要去跟踪一下自己的保证金是不是有在减少，因为我们要爆出未来长线的利润。我的观点是你要维持自己进场当时的一个保证金，维持到未来长线的高位，到时候我们看要不要做平仓的动作。所以这几点希望朋友们要注意啊。当然我的观点还是一样，如果你真的是新手，建议不要碰期货，因为期货是保证金在交易，比如你1万美元10倍的杠杆放大到10万的头寸在交易，你做多价格涨 10% 会赚1万美元，那如果下跌 10%， 1万美元就会全部输光。所以希望新手们最好不要碰期货，风险是很大。最后在这边祝大家投资顺利，资产节节高。